说，这是为了防止工作人员身上携带静电，在与卫星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电火花，从而烧毁卫星组件，尤其是卫星上最为核心的各种集成芯片。经过一个精细的全身检查，并且称完体重之后呢，现在工作人员正在给这个伴随小卫星盖上一个红色的防尘罩。那就像这个女孩出嫁一样呢，就意味着这个伴随小卫星正式要移交给飞船系统，那它也就随时可以安装到飞船上。据说是和3位航天员搭乘同一个航班，小卫星的座位可要靠前多了。工作人员将它安装在了轨道舱的顶端。这样进入太空，整流罩打开之后，茫茫宇宙它将一览无余。在航天员完成出舱行走任务，进入返回舱后的1到2个小时内，小卫星就要与飞船脱离，开始它真正的太空之旅了。这个释放小卫星呢，现在也是2种办法，一方面可以通过地面遥控，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航天手动来可以释放小卫星。这个主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了，2种手段互为备份，都可以起到作用。那么在随后的7到10天之内呢，伴随卫星要完成它的绕轨道舱飞行实验。这中间，伴随卫星要对着轨道舱拍摄回大量的这个高清晰度的照片。那么它距离轨道舱的最近距离是4公里，最远的距离呢只有8公里左右。我们这次的距离会大一些，今后你可以做得更近。应该说在这，它是应该说是技术上，卫星技术上面，我们使得2个航天器能够就是说充分的接近，一起飞行，然后更长远的目标，我们一个航天器可以给另外一个航天器提供服务。有关伴飞小卫星的最新的画面。现在呢，我们又刚刚拿到了昨天释放的伴飞小卫星所拍摄到的神舟7号的画面。那么，我们也请到了北京飞控中心飞行器管理室的主任刘俊泽来给我们对这些画面来进行一个介绍。好，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所拿到的一段视频的画面。好的。这个点就应该是这个黑色的那个点，就是我们的伴飞小卫星，是吧？对，它是阳光从伴星往飞船的方向在照，那么所以说呢，小卫星的阴影可以在这个飞船的，就是轨道舱的头部可以看得见。这是刚开始的，宽视场相机照出来的一个，就是刚分离的时候的飞船显得很大的那种图片。在这个时候，可能距离这个飞船有多远的一个距离？分离的前1-2分钟内，应该说距离它只在100多米以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伴飞小卫星，飞出去这个速度不是非常的快哈。对的，它相对于飞船的分离速度是比较小的，但这个速度已经足够使它，远离在随后的飞行中远离飞船，那么对飞船返回这些都没有什么影响。那现在在这个伴飞的小卫星上拍到的神舟7号，就像是在空中一个展翅的雄鹰的姿态，非常的漂亮。这现在是。远离飞船以后的这个载视场相机拍到的飞船的镜头。就说这刚才的画面和现在的画面是2个不同的相机拍摄到的。相机对它一个是宽视场相机，那么就是主要是因为相机距飞船很近，那么要把相机要取全的话，把这个飞船要取全的话，它用宽视场相机。那么随着远离以后，飞船在相机镜头里的成像的点数已经很小了嘛，那么就可以用载视场相机聚焦来拍摄像。那最远能够在什么地方还能够拍得到神舟7号？它这个理论上程序上已经设定了，那么分离后呢是20分钟内拍摄，20分钟，距离飞船的距离呢在2公里之内，再超过2公里之后呢，是因为飞船确实距离比较远，它 CCD 上面成像的这个像素太少，已经可能不足以再分辨这个飞船了。刚才我们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您一直在告诉我们说这是相机拍摄的，这难道不是摄像机拍的吗？实际上带的是相机，看着的呢是相机以高帧屏的去拍摄，那么地面呢可以经过处理之后，地面接收到的是一幅一幅的单画面，那么我们通过处理还原之后呢，连续播放，它就看上去像是视频播放的一样效果。那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我们收到的这个一幅一幅的这个照片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伴飞的小卫星呢已经换了一个角度，因为我们能看到地球上的云海，那底下是地球上的云海吗？是的，应该是的。但
观众朋友要有一个概念哈，就是此时此刻，这个我们的神舟7号距离地球至少直线还有343公里。对，相机这个小卫星上的相机呢，在绕飞任务完成之后，实际上呢，它还有一项可能也想尝试，它这个相机有这个能力，可以对地面进行，当然范围比较窄，可以进行一些。这尺度比较分辨率比较低一些，但是可以拍到地球的，这个对地球的观测可以照一些照片，但是只是这个分辨率不是会很高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刚才的云层啊，地球的整个轮廓呀，都是还是比较清楚的啊。那我们这个伴飞的小卫星上面的照相机，它的这个数据是打包传回来，还是实时的往回传？它需不需要一定的内存？是的，是预先存储的。小卫星由于载人航天的任务对国内对车站的需求是很高的。那么小卫星呢，只能在这些菜站资源，我们找空隙来对小卫星进行测控。小卫星释放之后呢，是40分钟之后才能进入我们国内的第一个对小卫星的测控车站。那么天上的大容量存储的容量是足够的能够存储1000伏吧，大概是。理论上如果全拍完的话，40多分钟全部下传完毕。那你们拍摄这些照片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这个是微小卫星系统主要因为这次微小卫星的伴随卫星的这个3大目标嘛。第一个是我们大型航天器搭载的小型航天器在轨的释放技术，昨天我们验证的是非常好的。那么第二项呢，主要目标呢就是相机在小卫星在分离的时候对主航天器进行拍照。这也是因为小卫星将来我们想小卫星的功能呢，就是想对大型航天器能够比较低的成本代价对航天器进行拍照，然后到它上面下面前前后后看看有没有问题。当年美国的当年航天飞机，它不是在发射的时候，机翼被撞伤过一次嘛？后来美国它也是在航天飞机在接近空间站的时候，都要做一些调整，是用空间站的相机对它观测，它也能看到确实防热瓦烧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小型航天器伴星对这个大型航天器的绕飞同时进行观测，这项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一项技术。好。那昨天呢，我们已经从神舟7号舱外的2个镜头看到了我们美丽的飞船。那这一次，我们更是从一个更远一点的视角，并且是一个移动的视角，看到了我们的神舟7号，它在升空的背景下，真的像一只翱翔的飞鹰。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